英国进入战争状态，俄罗斯在边境部署战术核弹，副国防部长被捕，神秘国家欲接手 A 石油株，美国部署高科技导弹，不伤人只伤机器，日本电磁炮计划进入第二阶段，事情很多，我们一件一件来聊。4月23号，英国首相苏纳克在访问波兰华沙期间，与其他北约盟国进行了会谈，并在会谈之后宣布，世界正处于多年以来最不稳定的状态，英国工业必须转入战争状态。目前，北约对所有盟国的最低要求是国防预算达到该国 GDP 的 2%， 英国在2023年才堪堪达到了这个要求。而在4月23号，苏纳克在北约会谈中承认，将在2030年之前额外投入750亿英镑，让该国的国防预算达到 GDP 的 2.5%。值得一提的是，苏纳克的这一提案受到了英国保守党议员的不满，他们一直在要求苏纳克政府将国防预算增加至 GDP 的 3%。同时，英国国防大臣沙普斯透露，这次国防预算的主要用途旨在增强英国重型火炮的数量，以及增加情报搜查、目标获取的能力。说到英国的重型火炮，那自然指的就是英国的 SA-90 自行火炮了，以及贝伊系统的弓箭手火炮。这是英国在1993年装备的155毫米自行火炮，射速为每分钟6发，持续射击可达60分钟。在1992到1995年，英国一共采购了179辆该火炮。然而，该火炮存在诸多问题，比如炮管磨损过快，使用新式的低敏炸药炮弹时，有几率存在无法击发的情况。由于这些问题无法修复，从1999年开始，英国开始陆续退役该装备，一直到2015年，英国陆军只剩下了117辆 SA-90 处于服役状态。而为了弥补火炮退役的漏洞，英国在2023年开始采购弓箭手火炮系统。弓箭手火炮系统是瑞典和挪威研发的轮式自行火炮系统，该系统拥有一个装有自动装填器的155毫米 L52 榴弹炮和一个 M151 防御者遥控武器站，使用沃尔沃 A30D 全地形卡车作为底盘，可以发射智能攻顶弹药和 M982 增程制导炮弹。这款火炮系统原本为挪威和瑞典的军队研发的，不过在2008年，原本弓箭手的制造商博福斯被英国的贝伊系统收购，弓箭手的制造权自然也就落到了贝伊手里。其最大特点就是从部署到开火再到撤离仅仅需要30秒。而在俄乌战争开始后，北约已经向乌克兰援助了24辆该系统，并且取得了出色的战果。由于其优秀的机动性，俄国的火炮只能单方面挨打，就算在遭受了弓箭手袭击后立刻进行反击，弓箭手也能凭借其机动性快速地更换作战地点。大兵认为，俄乌战争已经向世界证明，火炮依旧能在现代战争中发挥巨大作用。虽然英国深陷财政危机，不过面对俄罗斯的威胁，英国也无法独善其身。此时选择增加重型火炮的产量也是无奈之举。然而，弓箭手的生产速度过低，面对现在俄乌战争如今危急的情况，预期等待弓箭手的生产增加，生产制作工艺更加简单的 SA-90 或许是一种选择。毕竟这能快速地弥补乌军如今极度匮乏的远程火力。4月23号，俄罗斯媒体消息报爆料，俄列宁格勒军区已经将一个伊斯坎德尔 M 导弹旅部署在了芬兰边境。波罗的海舰队前司令瓦列夫海军上将表示，部署导弹旅是一个非常及时的决定，这是对芬兰加入北约的充分回应。芬兰打破了中立的传统，在去年4月加入北约的举动激怒了克里姆林宫。俄罗斯的一个导弹旅由3个导弹营组成，每个营拥有4辆陆基导弹发射卡车，也就是说，俄军在俄芬边境至少部署了12套伊斯坎德尔 M 导弹发射系统。9K720 伊斯坎德尔 M 其精确性而闻名，每枚导弹的速度约为7500公里每小时，精度在30米以内，可以携带重达1500磅的常规弹头或者核弹头。在2008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战争期间首次用于战斗。而在俄乌战争中，俄罗斯通过伊斯坎德尔 M 屡次袭击乌克兰的能源系统以及远程打击火力。在今年初，俄罗斯使用该导弹摧毁了2辆乌军的海马斯
大兵认为，俄罗斯在此时在俄芬边境部署该导弹系统，更多呢只是一种军事作秀。毕竟俄军目前应该没有胆子会和北约全面开战，所以这次军事调动只是对之前芬兰加入北约的一种回应，其产生的战略意义较小。俄罗斯的副国防部长也被爆出贪污丑闻。俄罗斯最高调查机构在4月23号宣布，他们已经以涉嫌贪污为名，对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铁穆尔·伊万诺夫进行关押并展开调查。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国防部长绍伊古已经得知此事。现年47岁的伊万诺夫在2016年被任命为国防部长，负责俄罗斯的军事基础设施项目，包括乌克兰的重建项目、莫斯科的爱国者公园以及俄罗斯军队的骄傲俄武装力量大教堂。从个人关系来看呢，他是绍伊古的学生，同时也是普京的好朋友，在俄罗斯政府内的关系盘根错节。2022年，已故的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创立的反腐败基金会指责伊万诺夫参与了在俄战区建设期间的腐败计划。而在乌克兰城市马里乌波尔被俄军的炮火摧毁后，伊万诺夫又在该城市的重建项目中中饱私囊。有消息人士称，伊万诺夫的贪污金额在100万卢布左右，约合1.1万美金。值得一提的是，台北市的平均年薪为4.1万美金。大兵认为俄罗斯政府此时拿伊万诺夫开刀，可能是为了稳定民心。毕竟长期以来，俄罗斯军方的腐败丑闻是屡见不鲜。为了安抚俄军士兵和民众的情绪，推出一个代表性人物杀鸡儆猴，也是很正常的情况。然而非常巧合的是就在不久之前的4月17号，乌克兰国家调查局逮捕了一批前国防部高级官员，包括一位乌克兰前国防部副部长，也被乌克兰审查机关逮捕。他涉嫌在就职期间从乌军的采购项目中进行贪污，对乌克兰国防预算造成了550万美元的损失，加上其同党这批贪官呢，对乌军造成的损失高达3500万美元。在最近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上，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表示，美军计划到2028财年逐步淘汰其265架机队中的56架飞机，并且有至少一个国家表示有兴趣接手这些 A10。众议员奥斯汀·斯科特鼓励空军与愿意接收这些飞机的盟国接触。肯德尔对此表示了支持的态度，并且引用了此前向菲律宾转让 C-130 等多余国防物品作为转让合作的例子。然而在转让 A10 这种大杀器的问题上，肯德尔依旧表示要谨慎的选择。值得一提的是，肯德尔并没有说出是哪个国家想要购买 A10， 但他提到了乌克兰，表示乌克兰现在虽然缺乏火力，但考虑到 A10 的生存能力，乌克兰暂时对该战机缺乏兴趣。A10 与其他飞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能够在战场上长时间徘徊，为地面部队提供持续支持。其低速和低空飞行能力允许精确瞄准，并与友军密切协调，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误伤风险。然而，其应用场景主要是在不对称战争上，而在俄乌战场这种高烈度战争中，面对有完善防空体系的俄罗斯， A10 是难有用武之地。大兵认为，这个神秘国家很可能是沙特阿拉伯或者以色列。首先，由于现在的中东形势，他们现在的国防实力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然而，他们的对手呢，几乎都没有完善的防空系统以及先进的空中优势战机编队。一旦战争开始，两国的空军能在短时间内取得空中优势，而在这种情况下 ，A10 就能恢复以往的荣光。当然，除了沙特和以色列，一些非洲国家也有购买 A10 的需求。但考虑到其军事素养以及和美国的关系，大兵个人认为还是前者购买 A10 的关系更大。4月19号，根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美国空军已经悄然部署了一种可以用高功率微波摧毁伊朗核设施的电子设备，但不会造成任何人员伤亡的导弹。时任空军研究实验所高功率微波主管玛丽卢·鲁宾逊向《每日邮报》证实，该反电子导弹被称为 CHAMP， 由波音公司的鬼怪工程部开发。该导弹在2012年首次成功测试，并于2019年投入使用。目前在全世界多个美军基地，20枚的 CHAMP 导弹已经投入使用，准备摧毁任何军事目标，包括核设施。这种微波武器呢，安装在空射巡航导弹，可以从 B-52 轰炸机上发射，射程为1100公里，
可以在低空飞入敌方领空。导弹装备了一门电磁脉冲发射器，它会产生一束集中的能量，这束能量会在经过电子设备时，会导致电路中出现电压浪涌，并在电涌保护器做出反应之前产生作用。例如，火控计算机、雷达、导弹制导芯片等设备均被烧毁。2012年，美国空军成功试射了高功率微波导弹，在那次测试中 ，CHAMP 导弹飞过了犹他州的一栋2层建筑。这建筑里放满了电脑、安全和监控系统，微波摧毁了整个建筑群的电子系统，包括为拍摄测试而设置的摄像机，但是没有损坏其他东西。高功率微波导弹的高明之处呢，在于其微波束可以穿透掩体，而不会伤害里面的人。即使掩体位于山体或者地下，高功率微波也会通过电缆、通信线路和天线的连接穿透掩体。因此，它可以穿透任何地下军事或者核设施，并摧毁其电子设备。同时，该导弹和传统导弹的另一个显著区别就是，它并不是一次性的。一枚导弹在燃料耗尽之前，可以攻击不同地点的多个目标。大兵认为，美军选择在此时公开自己部署该导弹，无疑是对伊朗核威胁的回应，就像之前以色列空袭伊朗核设施一样。虽然他们现在不想同伊朗全面开战，但同时要表明自己随时有能力摧毁伊朗核设施。4月23号，2架马来西亚军用直升机在训练期间相撞坠毁，机上10人全部遇难。马来西亚消防救援部门高级行动指挥官苏海米·莫罕默德·苏海勒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确认了这一消息。而一段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就显示，在5月海军舰队开放日庆祝活动前的一次空中分列演习中，几架马来西亚军方的直升机在卢木特海军基地体育场上空编队低空飞行。而在这一过程中呢，其中一架直升机撞到了另一架直升机的后旋翼，巨大的冲击力导致2架直升机的螺旋桨瞬间爆裂。有消息称，涉事的2架直升机分别是欧洲直升机公司的 AS555 芬尼克的双引擎海军定制版和阿库斯塔韦斯特兰公司的 AW139。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伊布拉辛在事后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表示整个国家都在哀悼这起令人心痛的悲剧。4月22号，根据日本媒体爆料，日本防卫装备厅的电磁炮开发计划已经进入第2阶段。防卫装备厅表示，虽然目前尚未达到可以列装的程度，但是因为电磁炮备受关注，希望可以尽快投入使用。之前，防卫装备厅一直将研发重点放在如何给炮弹加速，以应对拦截高超音速导弹上。不过，日本当前的电磁炮在每发射完一枚炮弹后都需要充电，射速极慢，再加上瞄准误差，因此该武器还不具备实战作战的能力。因此，日本政府在2023年预算中额外拨出了11亿美元，用于开发电磁炮的连续发射技术。估计该研发过程还需要4到5年时间。电磁炮的主要优势包括，相对于传统炮弹，电磁炮弹因为使用电能加速，可以更轻松地实现高超音速，并且炮弹的体型更小，难以被发现和拦截。防卫厅在2016年度开始研发电磁加速系统，至2021年已经制成口径为40毫米的中型电磁炮，其目标是实现超过每秒2000米的炮口初速。目前已经能将质量约320克的炮弹以每秒2297米的炮口初速发射。2023年8月，日本进行全球首次海上试射。大兵认为，虽然日本电磁炮项目进展迅速，但距离实战化还遥遥无期。主要是2个根本性难题，以人类目前的科技水平来看呢，很难解决。首先是炮管磨损问题，由于电磁炮的炮弹加速极快，能在几毫秒内加速到每秒2000米以上，而在这一过程中，炮弹会和空气产生摩擦，并产生巨大的热量。以日本的40毫米电磁炮为例，其炮管寿命仅为120发。同时呢，自上世纪80年代锂电池诞生之后，人类的电池科技长期是没有突破性进展，而相比于传统火炮，电磁炮对电力的需求更大。日本40毫米口径电磁炮的供电电源足有4个集装箱那么大了，极其占用空间。而如此之大的目标，一旦在战争中受损，电磁炮就会失去战斗能力。所以大兵认为，目前电磁炮还是一个相对科幻的概念，距离实战依旧是遥遥无期。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发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